黄金是创了1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啊！在这之前的2周，我都频繁的在会员群里面给大家提醒。那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到没到顶？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的同时，再给大家吃一颗惊魂丹。实际上，黄金作为天然的货币啊，它的周期和波动规律都呈现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特点。可以说，黄金的历史波动本身就是全球局势、科技革命以及美元霸权3方的博弈的结果。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给大家说说，就是地缘紧张加上美元无科技革命支撑时，黄金就会负负得正，产生很高的风险溢价。如果地缘紧张，但是美元有科技作为支撑的时候，或者地缘不紧张，美元没有科技作为支撑的时候，可以做到正负相抵，黄金呢就会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最多就是在熊市里抬个头。当地缘不紧张，美元的支撑也非常良好的时候，黄金就会进入漫长的冬眠期。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那么黄金可以说是政治和经济博弈之后的共同结果。如果带着这个理解来看黄金啊，就会有一个很清晰的脉络了。我们从历史上的黄金周期啊来验证一下如上的判断。第一轮黄金大牛市是1971年8月到1980年1月，持续了8年半。国际金价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的35美元每盎司飙升到了1980年1月的850美元每盎司，累计涨幅约为2328.57%。驱动这一轮黄金牛的是冷战导致的地缘紧张，叠加互联网科技革命还处在萌芽状态。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呢，财政承压。1973年和1979年2次石油危机将美国的通胀推升到了2位数，双赤字与滞胀的危机最终让尼克松在1971年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美金时代彻底结束。要注意，这一时期啊，互联网技术革命是处在一个酝酿状态的，成为了未来的希望，但是还没有落地到生产力的这个阶段，跟当前的 AI 革命所处的阶段非常相似。同样，美国还处在跟苏联的大国竞争之中，严重的通胀和赤字，且尚未建立新的产业优势。黄金在地缘紧张又没有科技支撑美元避险前景的时候，作为货币危机对冲工具的属性得到了极致的释放。这次也就是增长最陡峭的一次黄金牛市。苏联解体前，其实地缘已经开始趋于稳定了，科技呢又开始发力，于是就进入了长达20年的黄金熊市。在1980年到2000年间，美国在个人电脑，就是 IBM、互联网、微软、雅虎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催生新经济的繁荣。纳斯达克指数从1980年的195点涨到了2000年的5048点，吸引了全球资本流入美元资产。国际金价呢，则从850美元回落到了251美元。而后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911的爆发，于是又一次负负得正，第2轮黄金大牛市开启，从2001年2月一直到了2011年的8月，持续了10年。国际金价又从251.9美元涨到了1920.3美元，累计涨幅约为662.3%。同样在这个时期，虽然智能手机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正在孕育，最后呢形成了美国创新中国制造的这个全球化分工模式，但也只是短期内支撑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之后的次贷危机爆发，美联储为应对危机实施的零利率政策与量化宽松仍然持续侵蚀了美元信用的基础，推动了黄金的避险溢价上升。再之后呢，就进入到了2011年到2015年这个黄金熊市周期里面，移动互联网普及，智能手机渗透率从10%达到了60%，再加上美国页岩气革命，使美国的原油产量从每日500万桶增加到了每日1000万桶，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速领先全球，美元指数从73升到了100.3，黄金也开始进入熊市，国际金价从1920美元每盎司调回到了1046美元。不难看出啊，黄金见顶需要有2个要素，一个是地缘趋于稳定，一个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支撑美元强势，最后传导到黄金的避险溢价降低，进而金价回调。那么放到这一次市场普遍认为的22年开始启动的黄金上升期，又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如果说以往刺激金价上涨的理由是美元的货币宽松导致美元信用减弱，现在这次是美元霸权体系本身就出现了结构性的裂痕。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以及部分石油天然气、大部分的铁矿石、铜矿石开始用人民币计价，其实美元的基础就被动摇了，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价值正在不可逆的坍塌。而同时呢，本次的地缘动荡的核心是美国内部的政治动荡、财政困境和技术竞争处于劣势的多维压力下，
以往的地缘动荡是美国将国内的危机通过离岸平衡转移出去，而这次转移失败了，全部都爆发在了美国本土。这次黄金升值可以说是美元贬值带来的全球资产的升值叠加全球资产避险的涌入造成的结果。那么根据开篇的公式，只有地缘进入相对安稳的阶段，并且找到另一个由科技进步支撑的避险资产，吸纳了大量的流动性之后，黄金牛才会见顶。很明显的来说，这一次扮演这个角色的很可能就不再是美国了。美国2025年的现状是尚未找到新的科技技术锚点来支撑经济的增长。尽管 AI 领域被寄予厚望，但自从 DeepSeek 等中国 AI 企业的突破，重塑了竞争格局之后，全球对于美国是否还依然能跟前2次一样摘得工业明珠，点亮美元霸权，照亮就有全球贸易秩序的未来，是没有那么有信心的。所以全球央行才疯狂的在花掉美元购回黄金。而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第一季度 DeepSeek 突围之后，美国的 GDP 环比就下降了 0.3%， 科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下子就从峰值的 35% 降低到了 18%。 如果说美军是美元在地缘动荡的时候对美元的支撑，那么技术优势才是地缘平稳之后吸引资金离开黄金的最核心的增长支撑。如今美国的科技企业靠左脚踩右脚的踢云纵增加市值， OpenAI、微软、英伟达、甲骨文这种企业坐庄对敲的这个模式，与前2次技术革命周期中美国企业创新大爆发独领风骚的局面可谓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那么说回到开篇，我说今天这篇既是定心丸也是惊魂丹，就是因为黄金既是美元霸权身子骨是否硬朗的照妖镜，也是世界动荡危机爆发前的指示灯。根据历史的经验来看，黄金牛是会跨过危机的冲击的，这就是它避险价值的所在嘛。那么也就是说，在黄金的牛市之中，必然会有一次大的危机的冲击。当危机爆发之前呢，会有一个清晰的全球资金涌入黄金避险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就正在经历它，而真正的全球危机正在启动，但是还没有到达高潮。那么梳理完以上的黄金历史的走势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了，就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都会催生大的黄金的牛市，让黄金的价格暴涨。比如1971年到1974年之间，黄金价格从35美元涨到了183美元，涨了 5.2 倍。再比如01年到08年，黄金价格从254美元涨到了1032美元，涨了4倍。随后经济危机彻底爆发，由于流动性危机呢，会让黄金价格短线暴跌，所以呢，也可以把黄金价格的短线暴跌视为流动性危机爆发的一个标志。比如1974年到1976年，黄金价格从183美元跌到了103美元，跌幅是 43.7%。再比如08年，黄金价格从1032美元跌到了682美元，跌幅是 34%。所以呢，昨天这个所谓的12年最大的跌幅其实也只有 6%， 应该是美国市场和币圈的暴雷导致的流动性紧张的结果，而非全球地缘发生了缓和。很多自媒体说是因为俄乌有可能停战，欧洲领导人达成了就地停火的这个一致意见。我认为这一次黄金的回撤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是流动性的关系。而一般的危机爆发过后呢，由于各国为了救市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让黄金价格继续暴涨。比如76年到80年，黄金价格又从103涨到了835美元，涨了8倍。再比如08年到11年，黄金价格从682美元涨到了1921美元，涨了 2.8倍。可以说，黄金是一定会经过暴涨之后的暴跌，随着天花板的到来，才能进入长期的大熊市。黄金的波动跟其他的权益类资产不同点在于它天然的货币属性，导致它反映的是全球力量博弈之中的人性，可参考的价值还是很大的，毕竟人性不改变嘛。黄金的真正天花板其实就是世界和平和科技的再进步，在那之前，从目前来看，还有很长的一段上坡路可以走。而如果是由我们给这一轮黄金牛封顶的话，相比于之前这一次的黄金熊的休眠期会前所未有的长，大家一定要合理处置自己的资产，祝各位都能好运吧。这么长都看完啦，关注一下吧。